过去半年，市场一直在赌一件事，通胀会慢慢下来，利率会慢慢放。昨天，美联储把这个赌局直接掀桌了，道琼斯暴跌768点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降息这件事被往后推了整整一轮。昨晚美联储开完会，利率没降，还是维持在 3.5% 到 3.75%。更关键的不是这个，真正让市场翻脸的是他把今年的 PCE 通胀中位预测从去年12月的 2.4%抬到了 2.7%， 核心 PCE 也从 2.5% 抬到了 2.7%。与此同时，点阵图对应的年末政策利率中位数还是 3.4%。按现在的利率终点来算，基本就是只留一刀，25个基点的降息空间。市场听懂了，所以直接砸盘。3月18号收盘，道琼斯跌768点，跌幅 1.6%， 标普500跌 1.4%， 纳斯达克跌 1.5%。更重要的是，三大指数都跌到了去年11月以来的低位。很多人昨晚第一反应是，完了，是不是崩盘前夜？坦白说，还没到那个结论，但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结论，我得先说在前面。这次下跌不是市场突然变脆弱了，而是市场原来压错了底牌，它一直在赌通胀会继续慢慢下来，油价冲击只是短期噪音，美联储还能慢慢放水。现在美联储等于亲口说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剧本我自己也不敢保证了。先讲第一层，为什么从 2.4% 到 2.7% 会这么疼？很多散户看到 0.3 个点会觉得不，就一点点。那宏观里最怕的从来不是数值大一点小一点，最怕的是方向变了。 2.4% 代表的是通胀在回家的路上，虽然没到 2%， 但大方向对。 2.7% 就不是这个味道了，代表通胀下不来的那么顺。更麻烦的是，连核心 PCE 都一起抬上去了。这说明问题不只是油价，不只是中东，也不只是汽油，说明价格压力已经更广泛的渗进去了。这里市场会怎么解读？机构会看两件事：第一，美联储对通胀路径的信心下降了；第二，所谓更高更久不是口号，是定价条件。散户最容易误判的地方在这儿，他们会盯着没加息3个字，觉得利空落地，但市场看的从来不是有没有加息，而是离降息还有多远。如果原来你以为今年会轻松降2次甚至3次，现在美联储只给你留1次，而且时间还不缩死，那对估值的打击是真金白银的。再往下猜，为什么这对股票尤其狠？股票不是只看今天赚多少钱，股票看的是未来很多年的现金流，再拿一个折现率往今天折，利率越高，折现越狠，越是靠远期故事支撑估值的资产越吃亏。所以这轮最难受的不只是基本面差的公司，而是那些估值本来就不便宜，市场又默认他们能吃到更低利率红利的资产。一句话，过去2年很多票涨得好，不只是因为公司好，也是因为大家默认资金会慢慢变便宜。现在这条假设被抽掉一半，估值就得重称。第二层，油价为什么成了压垮市场的那只手？鲍威尔这次讲的其实很直接，他说中东局势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不确定，短期内更高的能源价格会推高整体通胀，但影响会有多大，会持续多久，现在还太早，没法下结论。你注意这句话，它真正的意思不是我们还在观察，而是我们手上没有把握。美联储最擅长处理的是需求，需求太热它加息，需求太冷它降息，但石油不是它印出来的，航运也不是它控制的。中东一打，原油一冲，运输、化工、航空、制造全链条都会被抬价，这叫供给冲击。这种通胀不是你把利率按高一点就能立刻消失的，而且现在不是纸面上的担心。3月18号，布伦特原油已经逼近每桶110美元。3月19号，局势进一步升级后，盘中一度冲到119美元上方。这说明市场担心的已经不是会不会扰动，而是会不会持续伤到供给。这里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定价细节，股票怕的不只是坏消息，股票更怕无法建模。如果油价稳稳的停在某个区间，机构还能做情景分析，最怕的是今天打一处，明天砸一处，后天航线又出问题。这种时候模型不是失灵，是参数根本没法固定，参数固定不了，估值区间就会主动下修。所以昨晚那种跌法本质上不是简单的情绪崩，是风险折价被整体抬高了。第三层，这对美股和加密分别意味着什么？先说美股，昨晚不是只有科技股在跌，路透的盘后统计是标普11大板块全线收跌，这很重要，因为这不是单一行业故事，这是宏观折现率上升，加上通胀不确定性扩散之后的全市场去风险，但板块之间还是有差别。最脆弱的往往是3类资产，第一类没利润，靠远期想象撑估值；第二类负债重，对再融资成本敏感；第三类消费一旦转弱，业绩弹性会很差。反过来，真正有定价权、有自由现金流、资产负债表干净的公司会相对扛一些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受伤，而是因为高利率时代市场重新开始给增钱溢价。再说加密，这里最容易被讲成神话，我直接说
别神话，比特币有2个叙事，一个叙事是高波动风险资产，另一个叙事是对抗法币失真和地缘冲击的数字黄金。问题在于，市场不会在同一天只选一个叙事。当流动性收缩、风险偏好下降时，它先被当风险资产卖；当大家开始怀疑法币购买力和地缘秩序时，它有可能被重新当对冲工具买。所以加密接下来不是一句看涨或者看跌能讲清楚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，它会变成宏观分歧最大的战场。这对散户不是机会优先，这对散户首先是仓位管理题，因为叙事可以切换，波动就会放大。第4层，钱到底该往哪放？我给你一个很直接的框架，不是预测，是排序。第1层，未来12个月你确定要用的钱，别碰高波动，放现金、货币市场基金、短久期国债。3月18号，联储的 H15 数据里，3个月美债大概在 3.61%，1年期大概在 3.48%， 这不是暴利，但这是有收益、低波动，还能等局势明朗的仓位。在看不清的周期里，等待本身就是回报的一部分。第2层，长期不用的钱，想配股票可以，但别再用零利率时代的眼光选票。现在该优先看3样：现金流、定价权、负债结构。如果一家公司利润靠补贴、融资、讲故事撑着，先别碰。如果一家公司能把成本转嫁出去，账上现金够，融资压力小，它就更有资格穿越这段时间。这里有一个误判提醒，很多票跌得多不等于便宜。如果分母也就是利率还在高位，分子也就是盈利又有下修风险，那跌很多可能只是重新定价的开始。第3层，已经持有加密的人，先别问会不会新高，先问你能不能扛一次和纳指同步的升回撤。如果你的答案是不行，那你的仓位就大了。如果你还要加杠杆，那不是投资，那是在赌宏观突然转向。而这件事，连美联储自己都不敢打包票。最后，我给你4句更落地的话：已持有美股的短线仓，如果接下来几天油价还高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不回，指数反弹也不追，只做降波动，因为这类反弹大概率是情绪修复，不是逻辑修复。已持有美股的中线仓，如果你手里是有利润、有现金流的龙头，不用因为一天暴跌就砍光，但要接受估值上限被压低，这意味着以后上涨会更挑剔，财报和指引必须争过瘾，市场才会重新给高价。没有仓位准备进场的人，现在先别抢着抄底，等2个信号：第一，油价明显回落；第二，市场对降息路径重新稳定，少一个都不够。因为现在打压估值的不是一根阴线，是宏观变量还没站稳，持有加密的人现货可以留，杠杆别上，仓位必须控制在你能承受股灾级别波动的范围内。原因很简单，当市场同时担心通胀、地缘和流动性时，加密先被当什么？没有人会提前通知你。所以整件事讲到最后，答案其实不复杂。现在不是一个适合拼勇气的阶段，现在是一个适合拼资产质量、现金流和仓位纪律的阶段。很多人都想问，钱到底该往哪放？我直接说，在这种时候，钱先往活得下来的地方放，然后再考虑赚得快。留给你的问题是，当利率下不来，油价又上来时，你手里的仓位到底是在替你赚钱，还是在替宏观风险打工？我是3元，我们下期见。